血糖值多少才算高？医生坦言，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不用担忧。血糖是身体主要的能量来源之一，通过食物消化吸收后，其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成葡萄糖，进入血液循环。葡萄糖随着血液流向全身，被细胞摄取并在线粒体内氧化，产生能量。这个过程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基础，涉及到各个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但是现代社会却有很多人有血糖高的问题。那血糖多少才算高呢？血糖高有什么危害呢？什么原因会导致血糖高呢？接下来一文给你讲清楚。一、血糖值多少才算高？血糖水平是一个体内复杂调节机制的产物，由胰岛素和葡萄糖之间的精密平衡维持。这一平衡对于人体的正常能量供给至关重要，涉及到多个生理过程的调控。正常血糖范围通常在空腹状态下测量，这是一个标准的衡量指标。在成年人中，正常血糖范围一般被定义在70毫克每分升到100毫克每分升之间，这表示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每分升血液中含有70至100毫克的葡萄糖。这个范围是通过复杂的生物反馈机制来保持的。胰岛素和葡萄糖之间的互动是其中的关键。胰岛素是一种由胰腺分泌的激素，它在维持血糖平衡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血糖升高时，例如在餐后，胰岛素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胰岛素的作用是促使细胞吸收葡萄糖，将其转化为能量或储存起来，这有助于降低血糖水平，使其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在空腹状态下测量的正常血糖范围是为了反映基础代谢状态，即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身体的葡萄糖平衡状况。而在餐后2小时，正常的血糖水平通常不应超过140毫克每分升。这种严密的血糖调节机制有助于维持身体各种生理功能的正常运作，包括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能量代谢。当这种平衡失调时，可能导致血糖异常，进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当我们在空腹状态下检测血糖值时，100毫克每分升到125毫克每分升之间的范围被定义为糖尿病前期，这实质上是一个健康的红灯，警示着患者可能面临着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在这个阶段，身体的胰岛素仍在尝试调节血糖，但其效果已经不如从前。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性下降，导致血糖不能有效地进入细胞进行利用，从而使得血糖水平升高。糖尿病前期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状态，它实际上是发展成糖尿病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当空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126毫克每分升时，这就是被正式诊断为糖尿病的标准。此时，胰岛素已经无法有效降低血糖水平，血糖持续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个临界值的设定并非仅仅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基于大量的临床研究和医学实践经验的结合。糖尿病的诊断并不仅仅是一个血糖值的问题，还包括了患者的症状、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然而，空腹血糖作为一个关键的生理参数，对于糖尿病的诊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 血糖高不仅仅只会得糖尿病，还有这3个危害你得知道。1. 肾脏损害。当血糖水平长时间维持在高水平时，肾脏成为身体中最容易受到损害的器官之一。肾脏的基本单位是肾小球和肾小管，它们在维持身体内水、电解质和废物的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高血糖状态下，这些重要的结构可能受到损害，逐渐导致肾脏功能的减退。糖尿病肾病的形成通常经历多个阶段。首先，高血糖引发了肾小球的扩张和肾小管的增生，这种过程导致了肾小球滤过功能的改变，使得蛋白质等本应被有效过滤的物质开始泄漏到尿液中，形成蛋白尿。蛋白尿是糖尿病肾病的早期标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肾小球和肾小管的损害逐渐加重，慢性炎症可能出现，进一步损伤了肾脏的结构和功能。最终，肾小球硬化，肾小管萎缩，导致肾脏的纤维化和功能减退。在这个阶段，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尿、水肿、高血压等明显的临床症状，也是肾脏病变已经较为严重的表现。2. 神经系统损害。高血糖不仅会对肾脏造成影响，还可能对神经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导致糖尿病神经病变。这是一种严重而复杂的并发症，涉及全身神经系统的不同部分，包括周围神经、自主神经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的受损可能导致感觉异常，如刺痛、刺痒、麻木等症状。这是因为高血糖对神经细胞的直接损害，导致它们的功能受到干扰。患者可能感觉到身体的一部分或多个部分出现异常的感觉，严重时可能导致疼痛难忍。自主神经系统的损害也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一部分。自主神经系统调控身体的自动功能，包括心跳、血压、呼吸等。当这一系统受到损害时，患者可能出现心律不齐、低血压、呼吸困难等症状，从而影响到身体的基本生理功能。最为严重的是，糖尿病神经病变可能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即大脑和脊髓。患者可能经历认知功能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这对于日常生活和工作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困扰。3. 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高血糖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危险的关系。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下，身体内的血管系统遭受到持续的损害，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血管问题。在这一关系中，首要的影响对象是血管内皮细胞。内皮细胞位于血管壁的最内层，它们在维持血管的弹性、保持血液流动和调控血管张力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高血糖状态会对这些内皮细胞造成损害。高血糖引发的炎症和氧化应激逐渐削弱了内皮细胞的功能，使得血管壁更加易于受到伤害。这种情况下，血管内皮细胞逐渐失去对血液中的信号物质的正常调控能力，使得血管功能失调。其中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动脉硬化的发生。硬化的动脉失去了正常的弹性，变得僵硬而脆弱。这使得血管更容易受到血流的冲击，也更容易发生损伤。在这种情况下，血管壁上容易形成沉积物，逐渐形成动脉斑块。动脉斑块是一种由胆固醇、血小板和其他细胞组成的沉积物，它们可能在血管内形成堵塞。这种情况增加了血管狭窄的风险，使得血液流动更加受限。而当血栓形成于动脉斑块上时，有可能导致血液完全阻塞，引发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如心肌梗死或中风。3. 血糖过高和这3个原因脱不开关系。1. 肥胖。肥胖引发的脂肪细胞释放脂肪酸和激素对胰岛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而密切相连的过程。首先，脂肪细胞释放大量的脂肪酸，这些脂肪酸进入循环系统，可引起全身的代谢变化。其次，脂肪细胞还释放一些激素，其中包括瘦素。瘦素是一种主要由脂肪细胞产生的激素，其作用是调节食欲和能量平衡。然而，当体内脂肪过多时，瘦素的释放水平升高。这种瘦素的过度释放可能对胰岛素产生抵抗，即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胰岛素是一种由胰腺分泌的激素，其主要功能是促使细胞摄取葡萄糖，将其转化为能量或储存为脂肪。然而，当胰岛素抵抗发生时，这个过程被阻碍，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降低，导致血糖难以得到有效控制。2. 缺乏运动。缺乏运动是另一个导致高血糖的关键因素。身体活动有助于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促使葡萄糖更有效地进入细胞。适量的运动还有助于消耗多余的血糖，帮助维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长期缺乏运动可能导致肌肉组织对胰岛素的反应降低，使得血糖调节受到影响。运动还有助于减少体内脂肪堆积，减轻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因此，规律的运动不仅是控制体重的有效手段，也是预防高血糖的关键措施之一。3. 高糖饮食。饮食对于血糖的控制至关重要，而高糖饮食是导致高血糖的直接原因之一。食物中的糖分被消化吸收后会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循环。高糖饮食可能导致血糖迅速升高，挑战胰岛素的调节能力。长期过度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使得胰岛素逐渐失去对血糖的调控能力。此外，高糖饮食还与肥胖和慢性炎症密切相关，进一步加剧了高血糖的发生风险。总结，血糖作为身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对于我们的生理健康至关重要。
了解糖尿病前期的范围，可以提醒我们在早期采取措施，防范糖尿病的发生。我们可以采取积极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保持适当的运动、规律的饮食以及及时的医学监测，从而更好地维护血糖平衡，降低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的风险。健康的身体是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基石，让我们从关心血糖健康开始，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